精神控制让成员远离家人与社会，施虐致死成员，这些夸张的疑似牵扯邪教的行为，台湾都曾经发生过。但你知道吗？其实，在台湾呢，政府很难介入管理这些组织，即使有些已经闹出人命，政府也都没法完全禁止跟取缔他们。这究竟是为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该不该有邪教法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最近邪教相关的议题讨论非常多，像是 YouTuber 嘉宁上的心灵课程被很多人怀疑会控制心灵，林轩加入的亚特兰提斯帝国被指控涉及争议性的仪式，还有高额捐款。还有台中的中华白杨四桂灵宝圣道会也闹出命案，据说一名的信徒在驱魔的过程当中被其他的信徒们用拍砂板给打死。那因为这些组织很神秘，行为也感觉有些反常，许多人怀疑他们就是邪教。那不只是最近的热议事件哦，台湾之前也发生过多个疑似与邪教有关的夸张事件，像上世纪90年代的宋七力热，宋七力声称自己会分身，高价贩卖自己的分身照片。另外呢，2013年时，日月民工灵修中心也曾以帮助戒毒的名义施虐高中生，并最终致死。不过，虽然这些组织有这么多的争议，甚至还闹出人命，但他们其实都没有从法律层面明确的被定义为邪教，政府也并没有办法直接介入关闭这些组织。台湾邪教风波这么多，为什么政府都不管？台湾为什么没有邪教罪？其他国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对艺术感兴趣，但又觉得很难入门吗？让这本《艺术醒世要言》帮你轻松步入艺术的世界。文化部的艺术银行收藏了超过3000件的艺术作品，并提供艺术品租赁、无料授权、艺术品修复、展览策划等等专业服务，让艺术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最近，他们推出这本《艺术醒世要言》，公开超过10年的经验，跟知名的艺术家黄海星合作，用幽默的插画和最简单的语言，让你快速认识艺术是什么。艺术品怎么样欣赏跟展示，还有艺术保存维护等等的内行知识。而且这本书采用宗教善书还有瑞士装订法的特殊装帧设计，光书本身就很有收藏价值。想了解艺术的你，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让本书下凡为你指点迷津哦。在开始呢，我们想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样的组织算是邪教。其实邪教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但大家通常会用这个词来形容某些新兴、行为偏离主流，甚至带危险性的组织。那么怀疑是邪教的宗教或组织，通常都会有一些常见的特征，比如组织内会有一个或多个权威人物，并会强调极端的领袖崇拜。他们可能还会心理或行为控制成员，用灌输恐惧、孤立成员、持续洗脑的方式，让信徒彻底的服从教主或者是核心教义。另外，这些组织呢，通常都有些神秘，与社会保持一些距离。他们也常常会教唆成员跟着远离身边的亲友，与社会隔绝。那除了这些有些组织呢还会敛财，用高价的贩卖信物、通灵道具等等，或是呢试图说服成员捐出高额的捐款，甚至有些组织还会做出极端行为，例如自虐、施虐啊，进行恐怖活动等等。这起源自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曾经在1978年发动集体自杀事件，导致包含了300多名的儿童在内的900多人死亡，成为历史上面最恶劣的邪教事件之一。而另外一个世界公认的邪教奥姆真理教，曾于1995年在日本东京地铁投放沙林毒气，导致13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那说回台湾虽然目前台湾没有遇到过与邪教有关的大型恐怖活动，但其实台湾一直以来也发生过不少的邪教风波。比如在1990年代，台湾曾经出现宋七力热。中华大日宗佛教协会的这个创办人宋七力呢，自称自己会分身，并且高价的贩卖自己的分身照片，并说这些照片具有灵力，能够保平安。当时有许多信徒争相购买，价格甚至高达了1张7万。还有2011年时呢，台湾徐少龙创立仙女班，声称呢能够透过灵修提升女性的身心灵境界。但后来有些参加的女性指控说，徐少龙曾经性侵他们，并会诱导他们，让他们相信发生性关系是修行的一部分。那除了金钱剥削、性剥削，有些台湾宗教跟组织甚至闹出过人命。像是在2013年，台湾日月民工灵修中心就曾经爆出过，团体成员呢在帮一名少年戒毒的过程当中，殴打虐待该少年，最终呢这名少年受虐致死。
而最近呢，台中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中华白洋四柜灵宝圣道会的一名游姓信徒呢，被其他的信徒指控邪灵附身，其他人用拍砂板呢帮他驱魔，结果却将游姓女子活活的殴打致死。那除了这些明显跟宗教有关的风波，还有些组织啊、课程，虽然与那个宗教不一定直接相关，但许多人认为他们一些对待旗下成员的方式，也跟邪教的行为有些类似。比如前阵子大家关心的佳宁参加的心灵成长课程，虽然说是课程但有许多人怀疑这个课程当中呢，也会使用一些精神控制的方式，让成员持续的参加。而其中有些人也在上了课程之后呢，精神状态变得很不一样，甚至会逐渐的远离亲友。另外，最近热议的亚特兰提斯帝国，据说他们也会将自己包装成教育团体，在大学高校附近摆摊，吸引学生加入，成为团体当中的塔罗牌老师。但学生实际加入学习时呢，会用到的法器都开价高昂，据传一副塔罗牌就要几十万元。不过，虽然许多人觉得这些团体都很可疑，但其实不管实际状况如何，政府都很难介入，完全禁止他们活动。因为台湾呢，其实目前并没有专门有关邪教的法律。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13条，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而大法官释字的第573号解释说，这一条宪法呢，意味着人民有信仰与不信仰任何宗教自由，国家也不得奖励或禁止特定的宗教。也就是说呢，政府不能够判定某个宗教是邪教，然后就处罚或者禁止它，否则就会有违宪处罚的疑虑。那之前许多被认为涉及到不当行为的宗教团体，通常呢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宗教性质，而是违反了其他的法律而受到法律制裁，像是触犯了诈骗啊、伤害、性侵等的罪名。例如宋七力高价贩卖分身照片，当初呢是被指控诈骗罪，而不是与宗教有关的罪名。日月民工的教主陈巧明涉及呢虐死詹姓高中生一案呢，也是最终被判以私刑拘禁致死罪。但因为这个样子邪教当中的某些行为，其实用现有的法律是比较难约束的。比方说刚刚提到宋七力的案例，最高法院呢最终仍判宋七力涉嫌诈骗罪名不成立，因为信徒究竟是出于信仰而买分身照片，或是受骗而致，其实呢很难认定。所以有不少宗教啊组织都被控诈骗罪，最终呢都难以成立。另外，大家都很关心的邪教的这个精神控制部分，法律也较少触及，因为现有的台湾法条当中，并没有专门与精神控制还有洗脑相关的条文。台湾没有与邪教相关的法律，那其他国家呢？他们又是怎么做的？日本、韩国以及大部分的欧美国家跟台湾类似，因为要保障宗教自由，所以都没有明确的设立邪教罪。那在这些国家当中呢，也是当某些组织涉嫌故意伤害啊、性侵、杀人等等的非法活动时，法院再以相关对应的法律成案还有审理。不过，确实有些国家呢，真的是有类似邪教罪的法律，比如像在中国就有专门惩治邪教的法律，政府呢也会直接将某些组织定性为邪教。例如，在1999年，中国政府就直接将法轮功定为邪教，指控他们会精神控制成员，并在中国组织反政府啊、危害社会稳定的活动。中国政府因此明令禁止法轮功，并逮捕组织相关的成员。而另外呢，像是马来西亚，虽然他们没有在联邦法律当中明确的设立邪教罪，但马来西亚各州的这个伊斯兰宗教局呢，有权根据伊斯兰教法，对于被认定为违背伊斯兰教义的组织采取行动。例如2024年的8月呢，柔佛州的这个伊斯兰宗教局就联合警方在多个地区展开行动，逮捕了14名被指参与米拉阿伯拉罕邪教组织的信徒，并以违反伊斯兰教义和持有违反教义的出版物等等罪名，将他们抓到伊斯兰法庭。那除了这些还有些国家虽然没有针对邪教立法，但却有与精神控制相关的法律。像是法国呢，在2001年通过阿布比卡法案，这个法律指出，如果一方行使严重或反复的压力，或使用心理技术导致他人处于判断力受损、丧失批判精神的状态，那这人呢将遭到罚款，还有3年以下刑期。那针对邪教要不要立法，各国的做法都不太一样。那也因为最近邪教、精神控制相关议题吵得沸沸扬扬，有许多人在讨论台湾是不是也该设立相关的法律。有些人支持台湾设立与邪教、精神控制相关的法律，他们认为邪教、精神控制会带来很大的伤害，许多人因此失去自主判断能力，开始远离家人啊、社会，甚至做出极端的行为。但现有的台湾法律却没有办法完全涵盖约束这些内容，像是让信徒付出高额钱财、精神控制信徒等等的行为，都很难用现有的法律来定罪。那如果有专门针对邪教的法律，这些介于灰色地带的手段，行为也能够受到约束。
政府也会有执法依据，从而呢能够更好的介入监督、惩治相关可疑组织，解救出被精神控制的成员。他们认为像是刚刚提到的法国的阿布比卡法案就能够针对与精神控制相关的犯罪。那法律颁布之后呢，法国也确实成功判决了一些邪教案件，例如2004年，法国新灯塔教的领袖 Musi 就被控呢利用精神控制导致他人自杀，并因此被判刑。但另外一边反对立法的人却认为立法反而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他们认为，一方面呢，邪教本身的定义就比较模糊，充满争议。我们常说的邪教常见的特征，像是精神控制啊、剥削钱财啊、偏离主流等等，在法律层面都很难有明确的共识标准。比如，就以精神控制为例好了，大家对于怎样算是精神控制看法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只要我在做决定时有受到外界的压力，就算是某种的精神控制。有些人觉得这种外界压力要非常的大，大到我决策时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的自主思考才算。但这种压力的大小其实很难量化。另外呢，精神控制在实际的法庭上面也很难举证。例如，许多最终自尽的信徒，一直到过世前呢，仍十分笃定这个组织的教义。法院呢也就很难断定他们的行为究竟是被教唆洗脑，还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同样的，剥削钱财呢也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究竟是组织故意敛财，还是参与者自愿给出高额的捐款，这两者之间也很难认定。总而言之，反对者主要认为呢，因为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复杂，所以实际立法啊执行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像是法国的精神控制法案，其实实际执行效果有限。从过往的案例来看，大多被控告的呢都是精神控制严重到逼人自尽的案例。而其他涉嫌洗脑参与者，让他们性情大变、远离家人、社会的组织，仍有很多呢不会进入司法的环节。而且反对立法的人进一步指出，欧洲社会呢也会有许多人在批评法国的这部法律，因为他们说这部法律对于精神控制的描述仍有些模糊。那这样子模糊的定义呢，反而可能让司法裁量权、政府权力都因此变得更大，让他们在打击邪教时，可能会伤及无辜的团体、组织，影响到宗教自由。甚至当政府在宗教上面的干涉过多、权力过度膨胀的时候，定义模糊的邪教法也可能会变成政府刻意打压异议人士的工具。例如，中国明确将法轮功打成邪教，但许多观点认为法轮功是正常的气功组织。中共这么做只是想要借此打击对于政府执政形成威胁的团体。关于邪教法的争议很多，正反方的观点也都有道理。不过我们会觉得，如果真的让政府介入其中呢，可能会带来不少的疑虑。比方说，像刚刚提到的邪教啊、精神控制的定义本身就比较模糊有争议。如果要立法，怎么样处理界定邪教的标准，会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执行起来也会比较困难。如果没有谨慎处理，反而有可能会损害到原本的宗教自由。那除了法律介入，我们觉得或许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大家了解邪教的危险，比如政府可以加强相关的教育，让大家意识到邪教有哪些常见特征，这样大家在身边遇到疑似组织时呢，也可能会有机会多加的警惕。另外，我们也发现最近心灵成长课程的相关事件引起了许多社群对于邪教议题的讨论。那虽然这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互相攻击、不理性的言论，但整体来说，我们觉得大家能够关注、愿意讨论都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公众讨论可能也会让大家对于邪教有更深刻的认知，从而让更多人呢都能够提前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尽早远离有风险的团体或组织。那当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观察哦。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都欢迎留言分享哦。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到底该怎么样处理才能够防止邪教的问题呢？我觉得要立法，同时政府呢也要大力的打击。B， 我觉得不用特别管太多，只会影响到宗教自由。自己立法不太适合，但学校啊、媒体可以多加强邪教相关的教育跟宣传。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邪教议题。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佳宁参加的心灵成长课到底是什么，以及韩国邪教性情事件。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